在把我藏起来之前，先陪我睡个回笼觉吧。前方道路发生车祸，造成拥堵，预计通行时间。据本台消息，首都大学、卫明科技大学以及斯卡提大学已于日前就基因组计划达成深度合作。此项计划将会成为该领域内最大规模的研究，旨在帮助人们认识疾病发生。我回来了。没想睡的，原本是想等你回来，只是吃了药就……没事，只是想抱抱你。还有工作吗？那可以这样工作吗？邢子初，你在调查他？他是我之前在首都大学的时候参加过的课题组的负责老师。确实挺巧的。你说的学术不端是怎么一回事？这么大的罪名。
所以，你并不相信？罗织这么大的罪名，却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这个举报者图什么呢？是啊，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一戳就碎的指控，好像反而让人觉得背后有什么。有的时候，一颗怀疑的种子，会比直接的证据更有杀伤力。看着不起眼的东西，也会造成疼痛和流血，更何况人言可畏。我想，喂，是我。我想了想，既然感觉这背后另有玄虚，那不如去实地调查一番。对啊，我们不是好久没一起合作调查了吗？这个机会多好，而且我和邢老师也很久没见了。就刚刚那个电话呀，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吧。当然。按照我对他的了解，这个时间他肯定刚从实验室回来。相信我，在对待实验这方面，邢老师可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邢老师，进。你们有什么事？哎，夏夜，你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好久不见，邢老师。这位是我的未婚妻。你好，我可是很早就从夏夜那里听说你了。真是好久没见了，上一次见你，我都快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据本台消息，首都大学卫明科技大学以及斯卡提大学已于日前就基因组计划达成深度合作。此项计划将会成为该领域内最大规模的研究，旨在帮助人们认识疾病发生。你也对生物领域感兴趣？听说这个基因组项目规模很大，老师作为主负责人，应该很辛苦吧？是啊，当初我就是为了这个项目才从首都大学来到这里，结果来了发现，学术研究我倒是乐在其中，但除此之外，那些宣传造势、吸引资金什么的，就令我头疼了。邢老师，
小曹，你来了，进来吧。这是小曹，虽然还是本科生，但也很想加入我的课题组，所以最近在尝试一些难度更高的实验。你之前和我联系说是实验方面遇到了问题，具体说说吧。既然老师还有事，那我们就先……嗨，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也听听，正好让我看看你以前学的那些是不是都还给我了。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做 chip 实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这是我所有的实验记录，但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你在交联前确认过组织细胞的状态了吧？当然了，细胞状态不好的话，会影响染色质的获取量和目标 DNA 的富集效率。从实验记录来看，你做的每一步都无可指摘。但实验科学不是理论，照本宣科、照搬教材，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完全一样的结果。为什么？教材上的实验数据不也是从前人的实验中得来的吗？那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选取的样本是植物类组织，植物类组织中除了高浓度的多糖、多酚物质以外，还有许多杂质，本身合提取难度就会比较大。如果你完全按照事先计算的数量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样本的组织量不足，文库质量也不好。每一场实验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复刻，你要考虑到实验中可能存在的损耗。学长，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以再教教我吗？你作为本科生想要尝试这样的实验，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只是对于实验科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注意积累。哎，还真是有点可惜。你应该知道的吧？夏燕放弃生物学习，选择加入……我并不是不支持他的决定，只是出于爱惜人才的角度，觉得有些可惜。你这话倒是有趣，只可惜我不是第一次听了。我第一次听，那可是很早之前，远在首都的时候了。夏燕啊，我知道你是少年班来的，但是进了大学，怎么还一副高中生打扮？你该不是故意在这儿搞特殊，想要走什么现在最流行的那种路线吧？邢老师，这都被您发现了。你小子，哼！数据都复核的怎么样了？您交给我的那一部分我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真的想好要放弃加入我的课题组，选择去国安部那边了？是，我已经正式提交申请了。还真是一点不犹豫。要知道，我的课题组也算国内生物界最难进的之一。那些研究生、博士生都挤破了头想进，你倒好。邢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手上的工作全部做好再离开的。哎，夏燕呐，你当我是担心这个项目吗？我只是觉得可惜。如果你选择继续深造，假以时日，你一定会做得很好，成为比我更厉害的学者。或许是吧。可是邢老师，
我还是想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追求自己的梦想，代价是放弃唾手可得的未来，那就当我提前交了个学费吧。真是年轻人够狂妄，也够有志气。希望你的选择和放弃是值得的。老师，这一切都是靠我付出了100%的努力获得的，所以我选择放弃时也会有100%的底气。那么不管前路如何，不回也不去。好吧，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去国安部之后，也会继续学习生物相关的课程，您放心。看你这么懂事，那我告诉你一个关于魏明氏的好消息吧。哦，什么消息？今年的国际生物学会在魏明市举办，我呢就打算将团队最新的科研成果在上面发表。那我能去吗？虽然我只负责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工作，但是科研无小事，这还是请老师您说的。哎，刚刚不还是有志青年吗？提到魏明氏就瞬间变了个人，真是男大不中留啊！那，具体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说，这臭小子当时特别心急。律师小姐，好久不见。是忘记我的声音了？没关系，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星子出学术不端的匿名举报者。对，你之前都叫我潘哥来着。很惊讶吧？我不是落网了吗？怎么现在还在给你打电话？想找瑞文通过反向定位找到我的位置。律师小姐怎么这么天真？我既然敢主动联系你，就代表我不怕那些手段。是不是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先找那个邢老师好好问问，你就知道了。邢老师，您快看网上这些帖子。说什么您在首都大学的时候伪造过实验数据，还在学会上被当众发现。什么人呐？胡乱诽谤别人，莫名其妙。这些事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方便表达立场，得等待学校的学术督查结果。你也不要太在意网上这些言论，安心等待结果就行。你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律师小姐对瑞文那么重要，更应该亲眼见证这些事情嘛。瑞文少爷当时把我骗得团团转，演技可真是不错。律师小姐就没想过他是怎么练出这副伪装的吗？律师小姐一定自以为很了解他吧？知道他还做过这种事情之后，又是什么感觉呢？被欺骗，被背叛。唉，还是一贯的牙尖嘴利呀。那我就不多说了，律师小姐可要好好看着，我这出专为你们两人写的戏，是个什么结局？我刚刚接到的是校方的电话，说是学术督察会接到举报，说我和学生串通伪造实验数据，骗取实验经费，而且在首都大学就有前科。所以未名科技大学和首都大学要联合对我这些年的学术项目全部来一次学术督查。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惊讶？不会你们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吧？看来你们原本对我有点怀疑呀，怎么现在又全盘托出了？算了算了，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但是我这次是不是被夏夜你这小子给连累的？校方那边和我说了，举报者可是反复提到一个名字，夏燕。抱歉，老师。这还是头一回看你对我这么真诚的道歉，怎么还有些不习惯呢？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吧？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赶快去调查，早日还我一个清白。这种事应该也是学费吧？杨哥，是部里有什么消息了吗？已经没什么好回避的了吧？这件事，弟妹你不是也牵涉其中吗？是啊，这事可不是件小事。毕竟是国际合作的大项目，才刚达成意向，负责人就爆出了这样的丑闻，而且背后之人摆明了就是冲着你来，把之前首都大学的那个科研项目添油加醋的说了那么多。所以部里的意思是，让你先暂时停职，等待调查结果。对面来势汹汹，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先做出一些应对措施。小燕，你是不是都料到这些了？一大早就给我发消息，让我注意部里的动向，要是有事发生，就来未名科技大学找你。我也只是有些猜测，只不过现在还差最后一部分。
大概半个月前，我就开始追查潘明浩，但最近遇到了点麻烦。所以当我看到你的文件里提到了邢老师，而且还是那样的指控，就感觉可能会和他有点关系。只是，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我不能说，也不想让你担心。啊，我看弟妹也累了，我先送你们回家。不回家。现在敌暗我明，我还被停职，回家不够安全。你要去那里？是，那里是现在我能想到的最安全的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过，你得先带上这个。已经帮弟妹申请好权限了。你们也别太担心，停职本来就只是走流程而已，很快就会过去。对方已经出手，如果顺着他的思路来，就会陷入自证的陷阱。我没那么蠢。潘明浩的目的不止现在这样，我们只需要等着就好。凡事谋定而后动，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我就先走了，有需要再联系我。这次也多谢你了，杨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别说这些了，注意安全。那我们也走吧。俗话说狡兔三窟，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国安部为特工准备的行动据点，有极高的安保等级和隐蔽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安全屋。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你好像有些累了，想让你休息一会儿。好了好了，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里呢，是我从首都回到魏明市的第一个住处。当时时光古物店那边还没完全准备好，我就先在这边凑合了一段时间。所以布置什么的，和我在首都的安全屋都差不多。哦，一般只有出任务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回来，所以上次来都是好久之前了，平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会怀疑匿名举报和潘明浩有关，就是因为那件事。当年，我和邢老师也遇到了同样的指控。你应该听老师说了吧？当时的课题组里，我负责了一小部分的实验数据复核。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只是因为邢老师不想我那么轻易放弃生物学习。后来我便跟着课题组一起回来参加学会，虽然实验结论非常新颖，但却被发现数据有错漏。本来我想参加完学会就去找你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留下来重新核查。那天还是未名高中的冬季舞会。原本我是想着去舞会找你，给你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被拖住脚步，没法及时离开。什么？哦，确实，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去了的。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加入国安部，之后能与你见面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所以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了。我想，要是我的运气足够好，或许我还能和你跳上一支舞，和你讲讲我在首都的见闻。只可惜，那一天我真的很倒霉。很少下雪的未名市，竟然在那一夜下起了大雪。是啊，我只好半路下车，然后拿着邢老师给我准备的花跑去学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冬季舞会上每个男生要给舞伴送一束花。大冬天的，他给我准备了一束向日葵，说这样绝对脱颖而出。终于，我虽然在舞会结束前赶到，但却没有看到你。哎，窗边那个同学是在等人吗？舞会都快结束了，他等的人肯定不会来了。今晚的你，玩得还开心吗？来之前，我想象过很多次我们再见面的样子。你会不会先是惊讶地站在原地，然后笑着向我走过来？或许你会装作不认识我，问我：“同学，能请你跳一支舞吗？”那我会说：“不好，因为我不想只和你跳一支舞。”会在春天再见吗？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提前联系就不算惊喜了。而之后，当时那么晚了，我贸然联系反而会是打扰吧。好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是
同学们，今年的冬季舞会已经定下了时间，就是下个月5号。到时候学校会放假1天，让大家专心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你叹什么气呢？是不是在纠结到时候冬季舞会穿什么裙子？对啊，刚刚班长还在通知时间呢，你怎么回事？下个月5号。我觉得吧，时间也不算很充裕了，我得赶快想好要穿什么。嘿，看你这表情，已经想好到时候穿什么啦？你没参加舞会，而是去首都大学找我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那你怎么都不联系我？你就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等了1天。但我还是很开心。你知道的，提起过去，总有一些现在想起来会觉得遗憾的事情。我以为我们之间，总是我向你走的步数更多。原来不是这样，不是我一直在单方向的靠近你，你也朝我走过来了，不是吗？虽然路程有些曲折，走了一些弯路，可我们的方向始终都是朝着彼此的。我很高兴，非常高兴。瑞文少爷，别来无恙。你的电话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啊，潘哥。国安部特工的歌，我可无福消受。哦，不对，现在不是了，被停职了。是啊，还要多谢你为我提供的假期。口头上的感谢也太没诚意了。咱们老友重逢，不见一面，实在可惜了。潘明浩，你会不会太嚣张了？我虽然被停职，可你依旧是国安部的逃犯。约我见面，你确定？怎么，瑞文少爷不敢来？这么粗劣的激将法，被我们发现了你的据点，
就这么心急了？发现又如何？不还是没抓到我吗？原来是这样。你是因为怕了，所以才要让我停止。你需要这个时间差做点什么是吧？少废话，你来不来？哼，来，当然来。那就赶快吧，地址已经发给你了。我必须去。他是我要缉捕的犯人，而且他还把心思动到了你的身上。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潘明浩不想要我的命，甚至他真正的目标也不是我。如果他要对我不利，我只是停职又不是被开除，他可承受不起一条国安部特工的命。唉，我没有想阻止你。如果我不想让你参与的话，就不会让你听潘明浩打来的电话。我们一起去，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客人都到了，主人还不出现，是不是不太礼貌？还以为你要爽约了。这么久没见，潘哥，你的待客之道比以前可是差远了。确实，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大家都变了。不过你倒是没怎么变，瑞文，还是说我该叫你夏燕？还是叫 Raven 吧。夏燕这个名字，总觉得会被你叫脏。一个人来到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嚣张？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你现在可是被停职了，没了执法权，也就没身份和资格来抓我了。哼，是吗？你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制止和揭发犯罪的权利，可不是停职就能剥夺的。看来我这步棋走得很对嘛，竟然能看到一向冷静的瑞文少爷发这么大的脾气。毕竟我可是丝毫没抵抗，这就是所谓的制止和揭发嘛。你要为了我这么一个渣子赌上你自己的前程，更何况正义的律师小姐此刻正在听着吧。
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自己猜猜看？哼。看来你还不够清醒。对你，我没什么耐心，而且你的手段也太拙劣粗糙了。国安部很快就会查出真相，我恢复职位，说不定就是下一秒的事情。有可能是下一秒，也有可能不是啊。你会争分夺秒，难道我就不会吗？你现在没有了国安部的身份，是单打独斗，而我潘明浩可是有一帮不要命的兄弟。我们就算动不了你，可是你心爱的律师小姐呢？拿他威胁我，只会激怒我。你最好想清楚。我想得很清楚，你之前追的实在是太紧了，我只是想求个活路而已。只要你抬抬手，让我把这一单给干了，以后咱们各走各的，我绝不为难律师小姐。我说过，别他来威胁我。哦，已经好多了。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没有了。而且现在你能听到发生的一切，我想瞒也瞒不了。好了，别皱着眉头了好吗？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很重要，你要记住。还记得我昨天晚上接到的电话吗？哦，那就是行动组来通知我任务失败。其实我们原本已经查到了潘明浩的据点所在，但却闯了空门。潘明浩正是因为这样才被逼急。或许他原本准备了更详细的计划要针对我，但因为我步步紧逼，他才只能在现在就开始计划。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他已经自乱阵脚，成不了大气候了。不管之后你听到了什么，都不要轻举妄动。先联系杨哥，等他到了再行动。当然，现在不联系是因为担心会引起潘明浩的戒备，但是如果出了意外，总要保证安全。潘明浩是国安部的犯人，保密级别更高，比起寻找公安的帮助，找他更对症下药，也更简单。你在外面，我就一定会出来。
弟妹，你先别着急。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 这是当年冬季舞会上放的最后一首歌。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到时候你可要陪我一起再听一遍这首歌。看来我们瑞文少爷还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对吧，律师小姐？停，普法教育就不用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哎，你是在拖延时间对吧？我和你说过的，国安部的反向定位装置对我来说没用的。现在夏燕对我来说还有用，我不会伤她性命。但是，你轻举妄动的话，我就不能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了。你听明白了吗？原本不仅是夏燕的手机，每一个国安特工身上还都有定位装置。按理说，就算是被拆除了，也会有最后的位置存档，但一个有效信息都没有留下。大概率是，看来潘明浩这一次是做了充足的准备。也不是完全没有信息。夏燕刚刚唱的那个歌，会不会是在暗示些什么？还记得我昨天晚上接到的电话吗？哦，那就是行动组来通知我任务失败。其实我们原本已经查到了潘明浩的据点所在，但却闯了空门。这个倒是可以查到，但是，他会这么胆大包天，去一个已经被我们掌握地址的地方。好，
我联系一下部里。弟妹，你也别怪夏言，这些事没发生之前，他没法和你说。目标，对象，被抓捕。不可能！你们到底怎么找到这里的？是你在国安部找到我的？不可能！我明明已经给夏燕带上了屏蔽定位的装置，你怎么猜到的？是那首歌对不对？但是我明明在他给你打完电话之后就换了个位置。就算那首歌有什么问题，你又怎么可能？人没事，道士脖子上的这个屏蔽装置是密码锁，暴力拆卸估计会伤到他。那你们聊，我们先把潘明浩带回去审问，早点问出密码，才能早点摘下这个。我你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什么事也没有。对，如果我不落入完全的弱势，谨慎如潘明浩，未必会那么快展露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对，他我知道你能明白。你能明白，我在多疑的潘明浩面前唱歌是在故弄玄虚，也能明白，我不加遮掩的咳嗽是另有目的。你不是说了吗？怎么会忘？他是逃犯，能去的地方不多，而且他又实在狂悖自负，就算暂时想不到这里，我也会用话激他来这儿。更何况在他看来，
我传递的信息是之前的位置，怎么会有人料到他又转移了地方？你生气了吗？我不可能真的拿我自己的性命冒险。杨哥能来的那么快，也是因为我跟他打了招呼。我答应过你的，你在外面等我，我就会出来。就算你没猜出来，我还有别的方。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所以，别生我气了，好吗？我回来了，别怕。好像是，头有些晕。我累了，我们回家好不好？喂，弟妹，是不是吵醒你们了？对，潘明浩刚刚招了，技术组的人也确认过了，没有问题。密码我发给你了，不过这装置也是证据，到时候让夏燕拆下来再交过来。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已经解决了，不久后就会公示学术督察的结果。夏燕也会很快复职，一切都过去了。刚刚是杨哥给你打的电话。这么早，是为了解开这个装置的事情？那就好。你一直站在那里，是不想给我解开吗？
就不结了吧。本来它也没什么用，不是吗？不管是定位还是屏蔽，它们对我们都没用。你勇敢、聪明，还是全世界最懂我的人。不管我身在何处，不管我去往何方，你最终都会找到我。现在，是不是还早？在把我藏起来之前，先陪我睡个回笼觉吧。说好了，可就不准把我放开了。你来了。这有什么惊讶的？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再听一遍当年舞会的最后一首歌。那当然就要在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地点，做同样的事了。是啊，我们都不是以前的我们了。现在的我，不会只在原地等你了。同学，能邀请你和我跳一支舞吗？晚上，哦不，下午好。怎么感觉都有些奇怪？工作已经忙完了，那就好。我还在安全屋这边做最后的收尾，马上也好了。哦，对了，我打来是想问你，有没有收到我送的向日葵？已经收到了。你喜欢就好。是啊，虽然以前的事已经没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我想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更何况，给你送花又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向日葵，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好吧，好吧，是我夸张了。其实我只是去给花农大叔帮了帮忙而已。这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照看这些向日葵了。正巧花农大叔忙不过来，不仅没有觉得我添乱，还夸我手脚麻利呢。除了这些已经开花的向日葵，他还送了我一些种子，让我回来自己试试看。对了，拿回来的那些花种，你想不想跟我一起种种看？向日葵一般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才会成熟，花期则差不多10天。在此之间，我们要一起播种、浇水、松土，还有最重要的，一起等待花开结果。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可是连在哪儿放这些向日葵都已经想好了。嘿嘿，现在先保密，等到花开的那天，我再告诉你。